一提到咖啡，有人爱不释手，有人谈之色变。一方面有人说咖啡提神醒脑，另一方面又有人说咖啡有害。那么喝完咖啡后，咖啡对你的身体做了什么？早上8点喝一杯咖啡，咖啡进入人体后，首先产生反应的就是肠胃，咖啡会刺激胃泌素和胆囊收缩素的产生，前者同胃酸一样有助于分解食物，后者是增加胆汁产生的激素，促进肠道消化。此外，咖啡还能刺激肠道蠕动，且与脱因咖啡相比，刺激能力要高23%，可以有效改善便秘，甚至降低患胆结石的风险。10分钟后，咖啡因便会进入血液，而咖啡因正是让你保持清醒的物质，这也要和人体的一种信息素有关。腺苷会抑制神经元活动，当腺苷受体与腺苷结合后，便会使细胞活动减少，进而产生困意、疲倦。而咖啡因则可以骗过你的身体，先腺苷一步与腺苷受体结合，减少困意的产生，这也是咖啡因可以提神的根本原因。而且这也说明了，想要使咖啡因起到作用，需要让咖啡因在腺苷与腺苷受体结合之前，先与之结合才行。等到已经困了再喝咖啡，已经没什么作用了。45分钟后，血液中咖啡因的含量将达到峰值，咖啡因会促进多巴胺的分泌，从而使人产生兴奋、快乐的感觉。这一点作用类似于兴奋剂，但是提升的效果有限。同时，这也是大部分人产生咖啡因依赖甚至成瘾的主要原因。当一个人经常摄入大量咖啡因，突然停止摄入，便会产生戒断反应，与烟、酒的戒断反应类似，但是症状会轻很多。也正因如此，咖啡曾一度被讨伐过。咖啡中咖啡因等多酚物质还具有抗氧化的效果，一些夸张的说法甚至说可以延寿，这个说法还有待考究，但是对身体无疑是有益处的。瑞典、荷兰、日本等国家都做过研究，长期饮用咖啡可以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。关于咖啡因的代谢，个体之间差异较大，在人体内的半衰期在3到6小时不等，孕妇可以延长到9到11小时。也就是说，在喝下一杯咖啡，约100毫克咖啡因后，最多6小时你的身体里仍有50毫克的咖啡因。所以饮用咖啡不要过于频繁，这也说明咖啡会对你的身体产生长时间的持续影响。如果你想在晚上10点好好睡一觉，下午4点之后就不要再喝咖啡了。还有一点很受关注，喝咖啡可以减肥吗？答案是既可以又不可以。喝咖啡可以有效的抑制食欲，并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卡路里的燃烧，但是很可惜，目前并没有太多证据表明这些影响可以有效减肥。咖啡是一种很好的减肥伴侣，但是不能仅仅依靠咖啡而达到减肥的目的。当然，这里说的是纯咖啡，加糖加奶的咖啡反而会起反作用。咖啡甚至可以提高运动员的成绩。2020年对业余自行车手的一项研究发现，饮用咖啡平均可以提高1.7%的成绩。这看起来可能不多，但是对运动员来说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。但是后来大部分都是采用药物的形式摄入咖啡因。以上所说都是建立在适量饮用且是纯咖啡的前提下，任何东西过量摄入、错误摄入对身体肯定是不好的。而且有些人群不适合饮用咖啡，患胃病、心血管疾病以及孕妇等，因为咖啡会刺激胃，加速代谢，孕妇体内会延长代谢，对这些人群反而会起到反作用。咖啡归根结底还是一种食品而已，不要过分的去追求其药用价值，如何蒙其利而避其害，就要看你的身体情况及分量拿捏了。